我这是在哪儿？没想到我一个堂堂中文系博士，竟然穿越到了古代，还成为了个8岁小孩。人家老崔是说了，要2个儿子一直考下去呢。哎呦，这都考了快10年了吧？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他们崔家就没有中榜的命。崔家为了科举散尽家财，穷困潦倒。看来想重振家族，只有靠上辈子熟读经典、满身学识的我了。你们祖父、曾祖父还活着的时候，家里顿顿鸡鸭鱼肉，好不风光奢侈。娘说的对，儿子和弟弟一定努力金榜题名，让娘以后日日都能好吃好喝，穿金戴银。有娘在，我们日子过得舒坦。咱们不吃这块腊肉，也是村子里人人羡慕。儿子小时候跟着我祖父、我爹吃多了肉，现在只想吃点清淡的。儿媳如今孕吐的厉害，瞧见这肉就难受。我一点都不馋。这块腊肉是祖母对我们的期盼与鞭策，请祖母把腊肉收起来，留着以后日日鞭策孙儿上进，以复昔日家族门楣荣光。但凡你们把嘴角的哈喇子擦一擦，我都能信了你们说的鬼话。好，不愧是我崔家儿女，有志气。老大媳妇儿，把腊肉收起来吧。为了科举读书，家里已经这么穷困了，我必须想办法改变这个状况，赚钱读书。从明日起往后半月，家里每日不食加3枚鸡蛋，老大老二各食1枚，余下1枚全家共食。再过半月就是院试，父亲和大伯已经6次落榜了，难道这一次还是没有希望吗？多谢娘体恤，这次院试儿子一定会中榜，给娘长脸。莫要有压力，好好温书，好好考。前几日你爹给我托梦，说你们兄弟2人今年必定会中，娘对你俩有信心。科举兴家的重担，恐怕只能我来背负。子曰：曰疼死我了！不约了，我的头发要掉光了。我白日里明明已熟记于心，怎么一到晚上就忘了？究竟为什么？娘子，扎我，快扎我！我想起来了！不对，扎出血了！不敢睁开眼，希望是我的幻觉。大伯和父亲怕是没有指望了。20年了，老天爷呀，求您开开眼，让我们老崔家祖坟冒青烟，出个文曲星吧。真是伤透了脑筋。你们马上要参加的是院试，好歹互相做几道八拱，试着破一破题啊！这架势能高中才怪了。宪哥，你瞧，为父既努力又聪慧。方才我仔细想了，既然你祖母说你祖父特地托梦，想来这次为夫指定能中。这就是学渣的错觉吗？我怎么觉得宪哥现在越发不稀罕我了，连爹都不叫了？许是因为你头发越来越稀疏了吧？多大点事儿，睡觉。好啊，你还敢笑？你不稀罕爹，那爹来稀罕你。上辈子我是孤儿，现在这种感觉也挺好。我来找嫂子商量点事儿。进屋坐吧，老大媳妇去烧些热水。璇儿，你带着弟弟们出去玩会儿。玉哥儿，玉哥儿，快拿去吃了，别让人看见。我拿2块，一块给阿弟，一块给阿姐，剩下的给娘。
榆木脑袋呀，跟他爹一个德行，什么好事儿都不先想着自个儿。大嫂，娘让你进去。你怀有身孕，吃点肉补补。大嫂真好，咱家就属你最好了。你大哥活着时待你不薄，现在要把博山和仲渊送去服徭役，你明知再有半月就是院士了。嫂子，我也为难啊。前些年的徭役名额哪次分到你家了？时间一久，别家也会有怨言的。若是不打算服徭役，你尽早准备筹钱吧，一人5两。阿姐、阿弟，你们一人1块，我已经吃过了，你们快吃。腊肉，祖母会打死我们。真香。阿弟，这块是你的，快。香！阿弟，那是给你的肉，你们吃吧，吃完再回家。我回去瞧瞧里长来咱家做什么。阿姐，贤哥一直馋腊肉呢，但是他却舍得给我。是啊，肉这么香，贤哥既让我腊肉，我也要让贤哥一些别的。你要让他什么？若是此次你父亲小叔还没中榜，便送你去县城顾师傅那里开蒙读书。那贤哥呢？家里穷，供着2个读书人已经非常吃力，怎么再供2个？我既是长孙，又是兄长，理应谦让。而宪哥自聪明，将来必定比我有出息，所以便让宪哥去读书开蒙吧。娘，我不读了，我去服徭役，让小弟继续参加今年的院试吧。不可，理应大哥去参加科考。我打死你们2个不孝子！为了能让你们兄弟俩安心读书，你们老子娘这10几年来从没睡过一个好觉。如今你们说不读就不读，你们对得起我，对得起你爹吗？必须尽快筹到钱才行，不然这个家就要垮了。罢了，明知留不住这传家的宝贝，卖便卖了吧。老大老二继续去温书，其余的不用管。娘去一趟县城。娘是不是又要去典当东西？2个人头的徭役钱可是要10两银子，家里值钱的东西这些年早就被当光了。10两银子，对这个家来说，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，不能坐以待毙了。我得进城看看有没有赚钱的机会。祖母小心，我来扶您。宪哥儿乖。阿弟跟着祖母一起去县城了。这臭小子一听去县城，比谁都殷勤，看我回来不把他屁股打开花。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，得珍惜这次机会。可我一个8岁孩童，又能做点什么生意赚钱呢？谢谢你载我们来城里，你跟着三叔公，咱们1个时辰后在这会合。黄胖，卖黄胖喽！好玩的泥黄胖。娘，我要买黄胖，我也要。这也太粗糙了，做的这么简溜，没什么看头。站远点儿，不买的都站远点儿，别给碰坏了。如果以黄胖为切入点，或许能，可我没有资金，也没有窑炉，怎么做呢？哇！这些黄胖我全要了。原来是裴家少爷，失敬失敬。您今日怎么没带仆从？这样，我把黄胖直接送到贵府吧，省得您劳累。嘿嘿嘿。要么离家出走，要么逃学旷课，回去肯定挨骂，但是不回去又实在无聊。这时候的富贵哥最容易忽悠，谁说做生意一定要和大人合作的？又白又翘，都快长上我一半好看了。他手里是啥玩意儿？切，
本少爷家里有的是钱，能惦记你那仨瓜俩枣。本少爷家里有的是钱，能惦记你那仨瓜俩枣。究竟什么东西？让我看看。看吧。你手上什么都没有，让我看什么啊？笨蛋，这你都不认识？这是魔豪罗。魔豪罗可是这个时代的高端手办，京师里的王公贵族小孩都争相追捧的玩意儿。我就不信你不上钩！哼，魔豪罗，本少爷眼睛又不瞎，你手上分明……帮我拿一下魔豪罗啊！既然你不信我手里有魔豪罗，为什么还要接？胡说八道！本少爷才没接！你砸坏了我的魔豪罗，赔钱5两银子！讹诈，这绝对是讹诈吧？赔就赔，这是10两银子，都给你了。我闯荡江湖8年，带着魔豪罗走街串巷，试探了无数英雄好汉。你是第一个愿意赔我钱的，还出手阔绰，给了足足10两。你真好，我要认你当大哥。什么？认我当大哥？自然，因为只有像你这样大气、敞亮、豪爽、俊俏、正直、君子气概足的男人，才配做我的大哥。其实我也没你说的那么优秀啦。想跟小孩亲近，就要学会把对方当大人。仙娃子，咱们得去城门处找你祖母了。再晚些，天要黑了。这就来喽！大哥，小弟叫崔宪，家住河西村东边第3户，门口有棵大槐树。以后你有事儿随时来招呼。小弟今日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还有，我与大哥一见如故，大哥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最优秀的。你既做了我小弟，那以后就要稳重行事，去吧。我改日派人去寻你。许久没见少爷笑得这么开心了。去查一查，刚才跟少爷一起玩耍的小哥是哪家的。大门已经关紧了，娘放心。开饭吧。这肉真好吃，真比那些现代饲料猪肉强太多了。真想顿顿都能吃腊肉啊！等你父亲小叔高中，咱们崔家指定不缺肉吃。娘放心，儿子一定竭尽全力。尽力就好，进了考场身体最要紧。去吧。我的2个儿子在哪儿？没中，还是没中，为什么？老天爷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啊？那是崔家兄弟吧？考了10年还是不中，哎，只能说这崔家就没那个命。是啊，趁早认命吧。挑吧，这么多小弟，你随便挑。只要你愿意去继续念书，多少小弟都给你安排。这个太黑，那个太壮，这个瞧着很笨，笨点行，但太笨了，不会说好听话，更不会捧着空气说自己有魔喉罗。不必了，我有小弟，而且这些人跟他都没得比。你那小弟家住哪里？我让管家去打听打听，合适的话聘来与你做书童。他既选择认我当大哥，我岂有让他来给我做仆从的道理？你先告诉我，再者，人家是否愿意来做书童还是两说呢？竟然是崔家，算算年纪，崔家那位举人老爷应该是你小弟的太祖父，他的太祖父可是位了不起的人，还曾经指点过你祖父学问呢。可惜，那老崔氏为了供2个儿子读书，耗光了家业。听说此次院试，崔家2个儿子又没中，一家人窝在河西村，日子过得清贫艰难，饭菜常年不见荤腥，还总被人嘲讽说闲话。崔宪看着瘦小疲弱，脑子笨，家里穷，肯定经常被人欺负。他找大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为他主持公道吗？祖母，求您了，快去崔家把我小弟请过来。
但不许让他签卖身契，也不许签雇佣契书，不让他做书童，让他来做我小弟就行。以后每月给他5两，不对，给他10两俸银。这崔家是清贵之家，不是田地里的泥巴农户，贸然登门太唐突了，怎能让人家觉得我们不尊重他们？而且10两俸银也不合常理，先给500文更合适。祖母，您还磨叽什么呢？快去把我小弟请过来，大不了我答应您去族学继续念书。天菩萨哟，裴坚5岁开蒙，如今11岁，整整6年，天天厌学，这是第一次主动说要读书，愣着干什么？去，快去河西村请人啊！备一车米面粮油蛋肉，登门后务必要客气说明来意。是。娘，怎么了？快扶住，小心门槛儿！咱们都是乡间田野地里的泥巴腿子，天生伺候庄稼的命。就是，何苦折腾着非得读书呢？崔家以前不是泥巴腿子，以后也绝对不能是泥巴腿子。我知道你们这些年对我有怨言，想种庄稼过安生日子。可是你们看，那些能长出庄稼的泥巴田地，其实是吃人的陷阱。一脚踩进去，祖祖辈辈都出不来了。如今人人笑我老崔是议政，泥巴腿子妄想贵榜高中，但短短20年，他们便不记得曾经的崔家出了一位举人老爷，一位秀才相公，他们凭什么说崔家是泥巴腿子？为了你们读书，我卖了家里的所有能卖的东西，县城里每家典当铺的掌柜都认识我，也都笑话过我。博山、仲渊，你俩说娘该怎么办？又能怎么办？你俩不读了，以后娘下去有什么颜面见你们爹，见你们祖父祖母？娘，我们读，继续读，我跟大哥一定会考中的。读书是一定要读的。博山、仲渊，你俩要继续读。娘想着玉哥今年9岁了，再不开蒙就迟了，也一并送去读书吧。娘，家里实在供不起了。大嫂说的是，如今家里饭菜常年都不见荤腥，再供一个，咱一家人还怎么活？娘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如果你坚持让运哥去读书，那我不读了。不行，你要读，老二要读，运哥也得读。敢问可是崔家？我乃裴府的管家，此次贸然登门，是受东家所托，请贵宅崔贤小哥与我家小少爷做书童。祖母，你把仙根卖了，我不同意。要卖的话，你卖掉我，让阿弟去读书吧。娘，您把仙哥哥卖了？胡说八道什么？我何时要卖宪哥？看来当日那几声大哥没白叫啊！谢谢你们，满足了我对一个温馨小家的所有美好幻想。所以这次我来拯救这个家，八成是有什么误会，不如请裴府管家进来仔细问清楚。对，请进来问一问，不就清楚啦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贸然登门实在唐突，这是主家特地吩咐给贵宅备的宝礼，还请务必收下。说来不怕您笑话，我们贫寒之家缺衣少食，这一车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实在担不起薄礼2字。但正所谓无功不受禄，这些礼我们不能收，请劳烦再带回去吧。还有，我想问问，您方才提起宪哥，可是因为我这小孙子年幼，有冲撞到贵府的人，若是他真的做错了什么，我必定关起门来好好规训。不，老夫人您误会了，崔宪小哥没做错什么，他好着呢。不仅我家小少爷，还有我家老夫人，包括裴府上下都想念崔宪小哥，也怪我们唐突造访，您可千万别怪罪崔宪小哥啊。前些日子我家少爷和崔宪小哥一见如故，玩耍得非常开心。后来回去后，心里一直惦记着崔家小哥，是以老夫人让我备一车礼登门，想请崔家小哥来府里跟小少爷做个书童玩伴。您请放心，我们老夫人特意嘱托了，不是让小哥签约卖身契，也不必签雇佣契书，小哥只管住进来，每月给您开500文工钱。每月500文，支3个月布也挣不到这么多啊！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，
这里有10两银子，劳烦您务必收下，是我家小少爷按照约定给崔县小哥的。10两银子，这钱我们都不能收。至于您的来意，我已悉使，但仙哥还小，实在担不起如此厚爱，容我们再思量思量。老夫人此言差矣，这10两银子啊，您拒绝不了，因为这不是给您的，是我们小少爷按照约定给崔县小哥的。至于这一车礼，您若是不想收下，那就全当寄存在贵宅吧。我家小少爷一直盼着崔县小哥赶紧搬去府里呢。若是最后您还是不同意，也无妨，但那就得换我们裴府叨扰您了，因为小少爷想搬过来和崔县小哥一起玩耍，到时候还望您万勿嫌弃。小少爷饭量大，能吃，这一车估计都不够嘞，届时免不得还要再拉2车过来。仙哥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仙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日你随祖母去县城，趁着三叔公卖鸡蛋的时间，结交了裴府举人老爷家的小少爷？是的，祖母我们一见如故，虽短短1日，但感情深厚。他回去后一直惦记着你，不惜送上1车厚礼，10两银子，每月500文工钱，也要请你去裴府做玩伴。是的，就是这样，很合理啊。这合理吗？祖母快拿着呀！以后等我去了裴府，每个月还有500文的月钱，咱家不仅能再供阿兄读书，饭桌上还能改善些伙食。祖母你怎么哭了？仙哥儿，好孩子，祖母这是高兴，也愧疚。先前祖母只让你阿兄去开蒙，没提让你去，你可曾怨恨祖母？家中情况，孙儿心中有数，为何要怨恨祖母？阿兄是长兄，理应先去读书。我不去读书。祖母，如果家里还有些余钱，您会送我和阿兄一起去开蒙吗？当然。孙儿相信您肯定会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先前祖母开口说让阿兄去开蒙的时候，甚至都没看孙儿一眼。仙哥，你的心意我们都知道，但大伯不能同意你去做书童，你阿兄更不能拿着弟弟赚来的钱去读书。你才8岁，真拿了你的钱，大伯母出门得被人戳着脊梁骨骂，听到了吗？你大伯大伯母说的对，这10两银子，还有外面那1车的东西，咱们都不能收，明日便退回去。不，这裴家，孙儿要去。父亲、母亲、大伯、大伯母、祖母，我知你们心中所想。然家贫，现虽年幼，也想为这个家尽一份心意。河西村偏僻荒凉，我想走出去，去闯荡出一条自己的路。孩儿生在崔家，万分庆幸，愿替家里分忧，延续祖辈荣耀，扛起光复崔家门楣的重担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快起来，地上凉。祖母知道你志向远大，但正是因为如此，祖母才不舍得你给人家做书童啊。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，做书童又有何妨？祖母，您且等着，看着，孙儿日后必定为自己，为咱们崔家谋个璀璨未来。哭鼻子啦？笑，你还笑？你知不知道世道险恶，就敢给人做书童，安稳去读书开蒙，难道不比给人做仆从来得好？我去读书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我是你兄长，就算要去做书童，那也是我去。若裴家不肯要我，那我就回来，大不了同祖母一样，每日少食1顿饭，也能供你去读书。阿兄，我已经决定好了，去裴家。阿兄，这书得你去读。你我兄弟血脉相连，如同你不忍我去做仆从一样，我也同样不忍你去。但终究是要有个人去的，对不对？
我走了，你们保重。好，好啊，去吧。宪哥儿，照顾好自己。我同小少爷说，今日下午接你进府，所以小谢上午外出玩耍，下午才会回来。待会儿进了府，你先去见见我们裴府的老夫人，也就是小少爷的祖母。而后我再随您一起出府，假装下午是第一次登门和少爷见面，对吧？对，是这个意思。但崔岩小哥，你千万别因此心生芥蒂。老夫人她没有恶意。我懂，您和老夫人都是为了少爷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是崔家仙哥儿吧？好孩子，也怪坚哥愚笨厌学，性子顽劣，一心闹着念叨着你，我才让管家贸然登门，请你来府上，你可莫要多想。家中羞涩亲贫，承蒙老夫人心善，给小子一个生计来源，小子很是感激。但容小子斗胆反驳一句：少爷聪明伶俐，秀外慧中，大智若愚，哪里称得上是愚笨？你这孩子倒是会说漂亮话，只是我那孙子什么德行，我心里有数。我认为老夫人对小少爷有偏见。真的吗？全因他自己就是个偏。您看，这就是偏见。我虽和少爷相处不久，但却看到了少爷身上无数的优点。少爷是不是有很强的手工能力？好像真哥手工能力确实不错。前年他爹书房里一个笔筒坏了，心疼的不行，最后还是坚哥儿给修好的呢。那笔筒就是小少爷弄坏的。您看，那就说明少爷有着极强的专注力和解决难题的能力。这要是匀3分心思在学习上，那所有难题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好像有点道理。小少爷玩游戏是不是很厉害？不管是放风筝、踢毽子，还是玩9连环、下围棋，他都擅长。纨绔嘛，爱玩。风筝放得好，说明少爷身体和脑子配合协调。围棋、9连环这种益智游戏都能迅速掌握规则，且玩得得心应手，说明少爷思维灵活，还有着快速的学习能力。我真没想到，如果这些能力运用在学习上，成绩绝对突飞猛进。我再来问您，少爷是不是很受朋友欢迎？确实受欢迎，但他那堆朋友，一言难尽。受欢迎就对了，这说明少爷为人和善，心思细腻，懂得照顾朋友，游刃有余处理身边人的关系，将来做官绝对能如鱼得水。老夫人，少爷的创造力和记忆力也惊人，对吧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他从小就能自己在墙上作画，画的我都看不懂。而且他记性是真的好，骂他的话，他2年前都能记得一字不落。这就是灵气，创造力强就是灵气足。若专心读书，必定事半功倍。记忆力强，学习对他来说完全是手到擒来。难不成小少爷真是个被埋没的天才？可他聪慧是聪慧，也浑身都是优点，但就是不肯读书学习啊，还被7、8位夫子骂朽木，把夫子们气走了。那是因为这些夫子不行，少爷明明浑身优点，他们却无法教少爷认真读书，还奚落少爷，简直无能。宪哥儿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可不能让我们坚哥儿明珠蒙尘呐！哎呦，气死我了！7日，小子只要7日，就能让少爷爱上学习。所有人都停下，待会儿等我小弟到了，你们都给少爷机灵点，可千万别说错话了啊！你负责站在门口圆墙下，假装不经意间夸我才思敏捷，是街坊邻里公认的天才。知道了，少爷。你负责在廊前花痴，说少爷我是你见过的最好看的男子。你负责在假山后喃喃自语，崇拜我擅长游戏，脑子聪慧。你负责夸我。等下，你别说话了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少爷。我这大哥的形象绝对要立起来。小弟初次登门，我可得好好装一装，呸，树立光辉形象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少爷他其实真的是个天才呢？是啊，是啊。
这怎么还不来啊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终于来了！大哥，你送了我家一大车的厚礼，还真的给了我10两银子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你太豪爽了！哇，这是你家，好好气派。给你的你就收着。还有，我当日怎么和你说的？大哥说了，做了大哥的小弟就要稳重行事，但我看到大哥太激动了嘛。他真的想做我小弟，我说的话他都记得。行，以后多注意。你随我进府吧。你听说了吗？咱们家少爷今日又被学堂夫子夸奖了。听说了，咱家少爷才思敏捷，聪慧异常，打小就是公认的天才呢。哇，他们乱说的，我也没有那么厉害。大哥就是太谦虚了。咱们家小少爷是我见过的世间最美的美男子。哇，大哥，有小娘子夸你俊美哎。俊美也是一种压力啊。少爷擅长各种游戏，脑子聪慧。少爷为人正直豪爽，朋友遍天下。哇，大哥，我们一路走来，好多人夸你，我果然没有看走眼，你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哥。少爷，今日您得早起去学堂了，老夫人吩咐我来唤您起床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嗓子不舒服，你跟祖母说，我怕是去不了学堂了。什么天才？他就是个草包啊！嘘。大哥，听说你生病了。是啊，严不严重啊？可要请大夫。以前我在县城里见过秀才公身后的书童背着书箱替秀才老爷撑伞，可威风神气了。今天是我来裴府做书童的第1天，书箱还有伞我都提前给大哥准备好了。我激动的一晚上没睡，就盼望着今日陪大哥一起去学堂呢。唉，虽然我不优秀，但好歹是个大哥啊。只是晨起醒来有些不舒服，现在已经好了。你准备的书箱和伞呢？快拿出来，我们去学堂。快去给老爷大爷写信，就说咱家坚哥终于肯读书了。仙哥这孩子实在是咱们裴府的贵人呐。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回家吧。怪哉，这不是我们裴大才子吗？真是稀客呀！大哥，他夸你是大才子哎，你果然是学堂最优秀的神童。大哥，我从乡下来的，说话咋咋呼呼，也没见识。他们好像在嘲笑我，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？对不起，你进学堂吧，我不进去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他们哪里是嘲笑你？他们是在嘲笑少爷我啊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可是我小弟，是全天下除了我之外第2优秀的人，哪里会给我丢人？
谁敢嘲笑你？他们这是热情欢迎咱俩呢。没办法，谁让少爷我天才神童的名头太过响亮了。此题并未主错，而是一道结搭题。这是吴夫子在向我表示友好，别误会。我去上课了，你要是觉得无趣，就去旁边耳屋里歇息，那里有茶水和糕点。假装学渣什么的，真的好难啊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你准备好见证一个超级天才神童的诞生了吗？这字写的也太丑了，竟然有人比裴坚还愚钝，到底是谁？啊去！怪哉，难道是有人在背后骂本少爷？啊去！大哥，你是不是病还没好？是啊，今天一上午都不舒服呢。但少爷我向来勤奋刻苦，抱病也要来学堂。大哥，方才你不停打喷嚏，现在又开始咳嗽，可要去请大夫。不是什么大病，应该是学业太繁忙，劳心劳神引起的。我下午回去休息，应该就好。啊去！好可惜，下午没办法看到大哥的飒爽生姿了。无妨，明日我们还会来学堂的。太好了，大哥你既聪慧又刻苦，难怪连学堂夫子都夸你是天才，你将来必定会中状元的。你将来必定会中状元的。那块比裴坚更差劲的朽木究竟是谁？大哥，咱们刚才为何要开溜？夫子都在夸你以后能中状元呢。低调，要低调，你懂吗？你大哥我3岁开蒙，4岁练字，5岁作诗，6岁通读4书5经。夫子这些年见到我就滔滔不绝夸赞，称我有状元之姿，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所以一见到他就赶紧开溜。唉，优秀也是一种负担啊。你可真能吹牛逼。哇，我早知大哥厉害，没想到竟厉害如斯。哎呀，一般一般，河南第3。你以后夸我私下夸就行了，不要当众夸，这样人家会误以为咱们太过高调。受教了，还是大哥想得周到。5岁作诗，状元之姿，笑死小爷了！裴坚，你怎么敢的？见鬼！这3个蠢货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吹牛逼碰上熟人了，那确实怪尴尬的。别慌，稳住，裴坚，你好大哥的形象不能崩塌。遇到几位优秀的同窗，我要去和他们切磋一番学问。你先回家，我稍后再回。好的，大哥。还笑，敢当着我小弟的面拆老子的台，你们活得不耐烦呢！再笑就滚！好你个裴坚，带着我们大闹学堂跟夫子吵架，说好的以后都不再去学堂读书。你可倒好，自己偷偷摸摸又去学堂了，不仅偷偷摸摸去上课，还短时间内成为了河南第3的神童，厉害啊！说说吧，又在整什么幺蛾子？刚才那个对你崇拜到无以复加的俊俏小童子是什么来头？模样挺俏，但脑子怎得如此不好使，竟会相信你裴坚有状元之姿？大家都是臭皮匠，
谁不知道谁？别装了，兄弟！你的意思是说，那叫做崔仙的少年，通过一个子虚乌有的魔豪罗，在茫茫人海中发现了耀眼闪光的你。他被你的人格魅力折服，认定你俊俏、豪爽、大气、敞亮、优秀，君子气概十足，所以发自内心的认你做大哥，甚至觉得你是个天才神童，有状元之资。这合理吗？很合理啊，少爷我一直都这么优秀。事儿呢，就是这么个事儿，要么赶紧滚蛋，要么随我回府。去你家，每人给10两银子封口费，我们保证不拆台，否则的话，嘿嘿，你们这是趁火打劫。大哥，你就是裴坚的小弟崔宪吧？你好，你好，来，你看看我，有没有觉得我玉树临风、聪慧机敏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那种也想认我做大哥的冲动？崔宪，别理会这死胖子，你看我还有臂肌胸肌呢，魁梧吧？有没有想认我做大哥？崔宪你好，其实我也非常优秀，很适合给人做大哥的。抱歉，我崔仙此生只认定裴坚一人做我的大哥。这是我的3位同窗，方才他们在同你开玩笑呢，你莫要介意。我来跟你介绍，这位小胖，这位圆润的少年叫做庄锦，今年10岁，他爹是南阳首富，名下产业不计其数。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时那条集市吗？那一条集市都是他家的。这位身材颀长的少年叫做李鹤玉，11岁，和我同龄。他爹是闻名河南省的建筑工匠大家，像是南阳县衙、府衙，包括整条伏牛巷，都是他爹和祖相修建的。哇，大哥，你的朋友们简直一个比一个厉害，俊俏、正直、聪慧，有君子之风。你们站在一起，就是耀眼的南阳4大才子，让人心神摇曳，崇拜神往。什么南阳4大才子？对，我们几个就是南阳4大才子。崔仙小弟，你果然好有眼光哦，慧眼识才。你这个朋友，我们交定了。大哥，还有南阳其余3位大才子，小弟有个难题，想求助于你们。哦，什么难题？说出来，大哥必定帮你。难道有人欺负你？选弟你放心，我去千户所吆喝一声，立马能叫来数10位好汉替你讨回公道。打打杀杀太粗鲁，一点都不符合我们才子风范。这世间没有难题是钱解决不了的。你缺多少？50两够吗？先帝，是你家要盖房子、打造家具、锻造首饰、开染房、酿酒或者挖井，你放心，只要关乎衣食举行，我都能帮你解决。我构思了一个画本，今日想请4位大才子指教一番。你还会习画本，好生厉害！今日刚好无事，你讲出来，我们4位才子帮你提提意见。我这画本讲的是一个侠气肝胆、拯救天下苍生的故事，名为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。想要卖黄胖，就得讲个爆款好故事。话说，这世间有一风景秀美之山林，名为张家界。林中鸟兽和睦，流水潺潺，却因一场大火，让平静的森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七剑是七柄闻名下的神剑，1曰长虹，2曰冰魄，3曰紫云，4曰雨花，5曰奔雷，6曰青光，7曰旋风。继续。黑小虎被炸死后，黑心虎悲痛至极，决意杀七剑复仇。大军围困10里香廊，危急关头，七剑最终成功合璧，杀死黑心虎，粉碎了马蹄江的阴谋。森林终于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安宁
与和平。我的话本讲完了，四位大才子为何一直沉默不语？可是我这话本太过于差劲啊！谁敢说这话本差劲？少爷把他脸扇烂！不差劲，一点都不差劲，这是我听过的最精彩绝伦的故事，快把它写下来。我倒是想写，可我没有开蒙，只跟着我爹大伯学习了几天，勉强认识一些字而已。至于写字，那真是难到我了。炫弟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还尚未开蒙，就能构思出如此精彩绝伦的话本故事了？好厉害！对啊，但这一点都不厉害。我大哥裴坚，夫子惊呼状元之姿，河南神童第3，那才叫厉害。还有你们其余3位和我大哥一样优秀，小小年纪便是南阳名声赫赫的神童天才，和你们比，我简直微不足道。对，我们也是很优秀的。是的，我们确实很优秀。但献帝，你无需自卑，你只差我们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而已。所以，我想请4位大才子帮忙，合力将《红毛蓝兔七侠传》的故事写出来。届时，你们南阳4大才子的才名绝对会响彻整个南阳县城。他愿意把这个故事署他们的名，共同著书，那我们这南阳4大才子是不是有可能变成真的？但这个故事是你独自构思的，我们真的可以署名吗？我虽构思了故事，却不会写字，唯有你们4个才子才能将《红毛蓝兔七侠传》的故事写得跌宕起伏。这话本能否问世，全靠4位了。献帝，不如你先去歇息，我们商议一番再答复你，如何？好啊，我不在乎署名这种东西，最后能赚到钱就行。更何况我要的名气不在话本里。裴坚，你这小弟还未开蒙，就能构思出如此精彩的故事，绝对是位神童天才。但他竟然认你做了大哥，还崇拜我们4个废柴臭皮匠。我也是今日才知道，他竟如此优秀。你们说，以后他发现我是个废柴，会不会嫌弃我，不认我做大哥了？不然，我们同意崔县的提议，共同署名著书。我意思是，署名的时候，在书里标注崔协讲述构思，我们4人代笔注写。再然后，我让家里的书肆大批量印刷，把《红毛蓝兔七侠传》铺满整个南阳县的书铺。你们负责把这书送给南阳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帮忙宣传。当然，赚的稿酬我们一文不能要，全归宣帝。等这话本出版了，咱们4个也算有点才名，到时候也不至于在崔潇小弟面前丢脸。我觉得可行。宣帝，进来吧。我听几位兄长的。这平日怠惰惯了，现在竟然无从下笔。当初我怎么就没有认真用功学习呢？敢问4位大才子，为何还不开始呢？一夜没睡，太累了，状态不是很好。是急，而且白日咱们还得去学堂读书，放学后再写。明日得去向夫子请教如何描述话本剧情才行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向你父亲和祖父请教学问，还要先去学堂向吴夫子请教？当然，我没跟您开玩笑。祖母，您赶快写信，让我父亲或者祖父，不管是谁，赶快回来一个。我打算请教他们如何著书。宪哥，他真的让裴坚7天内爱上学习了？你要著书？对啊，著书。爹，我现在就是后悔，非常后悔，以前怎么就不知道用功读书呢？我将来可是要做南阳4大才子的。你要做南阳4大才子？后悔以前没有用功读书？自然。爹，你以前太纵容我了，我不读书，你都不知道狠狠打我一顿。唉，否则我怎么可能在先帝面前丢这么大的脸面？先帝是谁？他是裴坚的小弟，也是我小弟。虽然他拒绝我了，但我决定单方面给他做大哥。爹，你都不知道，崔县小弟说话好听，还会写话本，厉害得很，是个超级小天才。我答应他，帮他把话本写出来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要用功读书，练字，磨砺文笔，绝对不能辜负崔县小弟的期待和信任。因为红毛少侠是否能问世，全靠我们几个了。总之，我们要开始著书了。从今天起，谁都别想阻拦我们去学堂读书学习。快去打听打听，那崔仙究竟是何方高人？
竟然能让少爷转性，用功学习，他简直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呐！兄弟们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去找吴青兰内斯。准备好了，开启属于我们的战斗吧！此战必胜！吴夫子，那4位少爷，那气势汹汹杀进族穴里来了。他们还说要找您来战斗。且看我今日将这4根朽木狠狠教训一番。你们学生等人特来向夫子讨教学问。什么？你们遇到了什么难题？学生4人计划合力著书，特请吴夫子帮忙指点一二。什么？著书？此书名为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，讲述的是一个侠气肝胆、拯救天下苍生的故事。没错，届时此书上市，必定爆火。他们几位今日又是抽的什么风？红猫蓝兔七侠传，什么破名字？先帝，以后在学堂别听这些人胡说八道。你知道的，我们4大才子实在过于耀眼，是以难免树大招风，惹人妒忌。庄兄放心，我深知你们和我大哥一样都是神童。唉，你能这么想，那实在是再好不过了。这样，接下来我们4人要同夫子激烈探讨学问，不如先帝你去耳方中稍作休息。笑吧，等《红毛蓝兔七侠传》出版上市，小爷就把你们的脸都扇肿。那你们倒是说说看，著书的哪个环节遇到了难题？开篇都不会写，还要著书？我们需要描述一场很大的山林大火，可不知如何写出它的气势。平日你们荒废学业，从不认真读书，以至于今日描述山林大火，只能用很大来形容。别讲这些大道理，那你倒是来说说看，该如何描述森林大火？与火相关的内容，尤其以天象、灾异描述最多的，当属尚书。如此这般，皆可以引经据典。怎么这就怯了？那本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的话本，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吗？谁怯了？你且等着，不出1月，我们必定写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那还不去学堂听课？不好用功学习，拿什么写书？难不成这几位纨绔是认真的？竟然还敢来写字，岂有此理！此人不但字写得丑，还猖狂无礼，不敬师长，竟然敢骂学堂夫子是朽木。等等，倒是越写越端正，不错，竟然还有几分笔锋了。这竟然是我的笔锋。短短1日时间过去，此人的字迹已经从不堪入目到临摹出笔锋了。你可曾留意，方才是谁在案前写字？这小的不知。先帝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对，回家有正事要做。什么正事儿？先帝，这本书叫做《千字文》，是学子们必学的开蒙书籍。现在我教你认字，我读一句，你读一句。大哥为何突然要教我认字？我总不能说，作为你的大哥，我压力很大，所以决定用千字文来试探一下，看你究竟是不是个超级小天才吧。你大哥我有状元之资，在场其余3位也是南阳有名的大才子。你即将和我们一起著书，但却目不识丁，实在有点拖我们的后腿。当然了，只拖了一点点，但只要你认了字，就能和我们一样优秀了。好，我一定努力学习。来，我读一遍，你跟着读一遍啊。天地玄黄，
宇宙洪荒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侧，辰宿列张。日月盈侧，辰宿列张。学会了吧？学会了。先帝，没学会没关系，来，我再带你读。等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学会了？对啊，怎么可能？既然学会了，那你自己读一遍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孤陋寡闻，愚蒙等介，物与著者，焉哉乎也！我读完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炫弟，你以前在家里学过千字文吧？我在家只跟着我爹学过三字经，没有学过千字文啊。刚才大哥带我读了千字文，然后我就学会了。大哥教的真好。对了，大哥为何这么问？可是因为我太过愚笨，全读错了。唉，真羡慕大哥和你们三位才子，从小就天资惊艳，满身才气，不像我太笨了，根本学不会。其实还算优秀，勉强也能跟我们相提并论。这样，贤弟，你先出去，我们四人要开始做功课了。好的。这世间竟然有如此可怕的超级天才，更可怕的是，他还认我做了大哥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要把崔县小弟引荐给吴夫子吗？吴夫子出了名的惜才，绝对会亲自教导献帝的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介绍给吴青兰。我的意思是，少爷我的小弟可是超级绝世大天才，吴青兰他一个破秀才，也配做我小弟的老师？而且献帝如今顶着书童的身份，贸然在族学里展现天分，难免遭人注记非议。我打算把献帝介绍给我父亲和我祖父，他俩虽然也不咋地，但好歹是举人，勉强也够格给我小弟做老师了。再加上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即将出版，到时候献帝的名声绝对会风靡整个南阳县城。他才是真正可以做南阳大才子的超级神童。兄弟，想开点，你也不差呀，毕竟你可是南阳超级神童的大哥。还有咱们仨废柴，也是被南阳超级神童称上一声大才子的厉害人物啊！真不愧是少爷我的狐朋狗友，你们几个当真剑道无敌。来，给少爷我研墨，要给我家老爷子写信，希望他俩别不识好歹，速速从开封赶回来，给我小弟做老师。其实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，我就是跟朽木，家里人嫌我没出息，学堂夫子觉得我是朽木草包，然后我遇见了先帝，他是这么多年唯一发自内心夸赞我，觉得我优秀的人。他愿意喊我一声大哥，我好开心好开心，给我一种我不是废柴朽木的错觉。等我把这封信送去开封，等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出版，等崔县的才子名声响彻整个南阳，我是废柴的事实一定会暴露。到时候他肯定就不愿意给我做小弟了，我也没脸做他的大哥。所以说这么多不是我矫情，我就是想说，兄弟，你放心，我们懂你的意思。这段时间我们努力，一定把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好好写出来。对，好好写。我虽然没有给崔仙小弟做大哥，但被他整日喊大才子，说实话，心里也美滋滋的。虽然后面肯定会败露，但至少现在我们还是崔仙小弟崇拜的对象啊！咱们把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好好写出来，让崔健小弟打响才名。虽说咱们不是大才子，但没关系，因为真正的南阳大才子是由咱们几个废柴的努力而扬名的。这样想一想，是不是也挺有成就感的？为了崔元小弟的才名，咱们做大哥的拼了！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别只会喊空话，每人回去都要好好写，不可以敷衍。而且最近这段时间都得警觉点，我还想维持几天优秀大哥人设。功名前程之路漫漫，三五好友兄弟抵肩前行，何尝不是人生一大幸事？平时都没见你对爷爷我如此关切，竟然对一个书童煞费苦心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世间不存在这样的天才。你那小弟多半是个骗子，
伪装天才的庸才。也就你这样没见识的草包，才会错把庸才当天才，徒增笑料，惹人笑话。祖父我下个月休沐，刚好打算回家一趟，且等我回去，好好教育一番你，还有你那个神童小弟。娘，你都不知道崔坚小弟有多优秀，好羡慕裴坚，能做崔坚小弟的大哥。羡慕有什么用？你要真心喜欢崔坚小弟，不如把他抢过来。不行不行，我和裴坚是兄弟，我不能抢他的小弟。反正裴坚迟早要失去这个小弟，那不如早点失去，这样还能让我高齐当几天大哥呢。什么兄弟不兄弟的？裴坚要是真的拿你当兄弟，就应该把小弟让给你啊。儿子，娘支持你把崔仙小弟抢过来。而且娘跟你说，娘太了解庄锦娘、李鹤元娘了，这俩女人一个比一个精明，说不定他俩在来的路上也在教唆他们的儿子把崔玄小弟抢走呢。娘，你说的太对了，那俩人最阴了，第一次见先帝就卖弄，不行，我得先下手为强。崔贤小弟若是真跟儿子你说的这般优秀，自然该抢过来，请他来咱家呀。儿子，娘亲支持你。裴家虽然门第清贵，但如果崔县主动要离开，来咱家住，他们裴府也没辙。抢就抢。祖母，孙儿不是交代了，不要打扰孙儿著书。唉，先停下吧，我的傻孙儿哟，你再傻乎乎用功下去，小弟都被人给抢跑喽。什么？谁敢抢少爷我的小弟？活得不耐烦了。还能有谁？不就是你那3个好兄弟呗。活得不耐烦了。哼，你瞧瞧，今日学堂一休假，他们3家的夫人就联袂来咱家造访了。他们啊，8成是为了仙哥来的。坚哥，你回想一下，你那3位兄弟先前有没有暗搓搓的想要拐走仙哥？有，那3个蠢货从见到我小弟第一面起就不安好心，我拿他们当兄弟，他们却想要抢我小弟，岂有此理？哼哼，这就对了，孙儿，你且看，今日那3家一定会带上厚礼来送仙哥了。祖母也准备了厚礼，仙哥是个好孩子，我实在喜欢。祖母你真好，还好有你提醒孙儿，否则我小弟怕是都要被抢了。敢问小哥，您可认识崔仙？认识啊！您是？我来给他送点东西，顺便说几句话。您是崔仙小哥的家人，这样您随我进来，去见见老夫人吧。不用，我在这里等着。劳烦您，让崔仙出来一趟吧。我就是来探望侄子，缘何还要去见裴府的老夫人呢？你便是崔健吧？果真一表人才。我是高齐的娘亲，你可以唤我一声高婶婶。原来是高婶婶。高齐兄长天资极好，满身才气，肯用功读书是他自己上进，和我关系不大。好孩子，我是你庄婶婶，庄锦的娘。来，让婶婶好好看看。哎呦，俊俏的呀！婶婶，男女有别。我是贺姨的娘，叫我李婶婶就好。轩哥，婶婶今日也给你带了好多好东西呢。
你看看喜欢不？若没有喜欢的，跟婶婶回家来府上挑。仙哥儿，你且看庄婶婶给你送了什么。若你来我家，婶婶还有更好的东西送你。宪哥儿，高婶婶也给你带了礼物呢。你今天跟婶婶一起走吧，去婶婶家和高琪一起学习骑射。轩哥儿，既然3位婶婶送你礼物，你便收下吧。但以后你还是住在裴府，莫要去叨扰3位婶婶。你这孩子乖巧，我实在是很喜欢你，所以过些时日，我打算同你家长辈商议，将你送去裴氏族学，和坚哥一起读书。我也特地给你备了一份礼。这是竹胎兔毫笔、粗瓷笔耍、松烟墨定、歙县金星砚批、黄铜书钵。贤弟，我祖母给你的，你就收着，莫要推辞。太受欢迎了怎么办？多谢老夫人抬爱。跟老婆子我抢人，你们还嫩了点儿哟。贤弟，你方才明明很喜欢我娘送你的礼，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是不是因为你暂住裴府，抹不开面子？不如你先随我回府住几日，然后咱们再做决定。老夫人摆出这架势，像是把宪哥拘在府里似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宪哥儿住在裴府，怎的还不能自由走动了呢？我可怜的仙哥哦，不如跟婶婶回家吧。以后想去哪里，婶婶都让贺鱼陪你。一派胡言！我何时限制仙哥自由？分明是你们几个不安好心。高夫人，我本来想着你们，哪有人？公主陪学长，我陪着，不走了。完了，真打起来了。大伯母，仙哥儿，好孩子，你在裴府过得怎么样？没被欺负吧？我不缺钱，大伯母，您把钱带回去吧。莫要推辞，快收下。你爹、你大伯要读书，你娘大着肚子，祖母腿脚也不方便，只能大伯母来探望你。你在裴府安心做工，照顾好自己，不必惦记家里。休假了，好好歇息，等6月份夏收时再回来。你娘也正好生孩子，家里忙不开，你再回去。娘嘞！你便是仙哥的家人，我是裴府的老夫人。对，我是仙哥的大伯母，老夫人好。哎，原来是仙哥的大伯母。您好，我是南阳卫高千户家的夫人。千户大人君也。香哥的大伯母，我是元宝斋家的庄夫人。元宝斋，南阳首富。香哥的大伯母，我是工匠李家的夫人。各位夫人好，我就是来探望仙哥，若有叨扰，莫要见怪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娘，弟妹，你们说，是不是因为仙哥出息了，所以那些贵人们才争相来跟我打招呼？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怎么可能啊！大伯母，仙哥儿，好孩子，你在裴府过得怎么样？没被欺负吧？我不缺钱，大伯母，您把钱带回去吧。莫要推辞，快收下。你爹、你大伯要读书，你娘大着肚子，祖母腿脚也不方便，只能大伯母来探望你。你在裴府安心做工，照顾好自己，不必惦记家里。休假了，好好歇息，等6月份夏收时再回来。你娘也正好生孩子，家里忙不开，你再回去。娘嘞！
你便是仙哥的家人，我是裴府的老夫人。对，我是仙哥的大伯母，老夫人好。哎，原来是仙哥的大伯母。您好，我是南阳卫高千户家的夫人。千户大人居也！仙哥的大伯母，我是元宝斋家的庄夫人。元宝斋，南阳首富。仙哥的大伯母，我是工匠李家的夫人。各位夫人好，我就是来探望仙哥，若有叨扰，莫要见怪。那我就先回了。娘，弟妹，你们说，是不是因为仙哥出息了，所以那些贵人们才争相来跟我打招呼？我自己都觉得好笑。怎么可能嘛！等过几天你休假，把这些礼都带回去。以后那仨货送你东西，你都收着，但是不许答应做他们小弟，更不许去他们府上，听到了吗？你占有欲还怪强嘞！祖母说要送你去族学开蒙，但我的意思是，先不着急，等我父亲那边回了信，等《红猫蓝兔七侠俊》出版，你名声大噪后，再进族学也不迟。我听大哥的。哼，先帝可曾吃过早饭？这家包子特别香，我起了个大早，特地给你买的。献帝，这书箱好沉的，你取下来，让某位大少爷自己背。先帝，今晚要去我家吗？我教你读这本书。哼，先帝早上吃过饭了，我家大厨炖了一夜的瘦肉粥，那书箱不是我的，是我给先帝准备的，里面都是启蒙书籍，包括《增广贤文》。这字帖的主人竟然仿佛凭空消失了一般，再也没来。此人究竟是谁？走吧，去我家著书。以后咱们在学堂著书吧，找一间空的学舍。究竟什么时候能结束这场闹剧啊？裴坚内斯从小不学无术，荒废学业，不敬夫子，最近竟然转性了，还嚷嚷着要著书。他草包一个，能著出什么书来？更好笑的是，裴坚身边那个书童，傻子似的，天天嚷嚷着吹嘘裴坚是个天才神童。还有李鹤堂、高齐、庄瑾三个纨绔朽木，最近也跟着抽风。反正我是不信他们几个蠢材会著书。这些人就是嫉妒少爷我才华横溢，所以才会这样污蔑我的，对吧？算了，我演不下去了。什么嫉妒，什么才华横溢都是假的，不如早点承认吧。咱们四个就是人人嘲笑的草包朽木。对不起，献帝，我们一直都在骗你。大哥？哪个王八犊子在背后编排少爷我？活得不耐烦了。是，我是纨绔，我是草包朽木，那又如何？轮得到你们在这里说三道四？这裴氏族学是少爷我家开的，不服，那你们全都滚啊！我这个废柴大哥要失去自己的小弟了。祖宗哎，又怎么了这是？前几天不还在用功学习，劲头正足的吗？现在怎么一个两个又变回去了？夫人，外面有位自称叫做崔山的小少年求见，说是咱家少爷的朋友。快有请。是。高齐，你可真无耻！仙哥明明最喜欢我家送的礼物，
是吧，仙哥？不是，你们怎么也打起来了？你们这是逼迫仙哥，不管他怎么选，我都支持他，做他背后的好大哥。好你个李鹤玉，平时看着一本正经，实则阴损的很呐！这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居然为了一个小书童，连4家豪族的少爷都吵成这样！你们不要再打了啦！启禀老夫人，你说，崔县小哥的家人来了，说是想请他出去，有几句话要交代。各位，你们先忙，家中人来探亲，我去就回。坚哥儿，走，咱们去跟宪哥家人打声招呼。那日在集市上，我说你砸坏了我的魔豪罗，你赔了我10两银子，于是我认你做大哥。后来我发现你没有那么优秀，也不是神童天才。可是没关系啊，没那么优秀的大哥也是大哥。大哥给的10两银子是真的，小弟给的魔猴罗也得是真的。先前欠你的魔豪罗，拖到今日才兑现，给你。不要跟我说对不起，我才应该跟你说对不起，因为是我骗了你。我祖父、父亲是举人老爷，但我从小却是根朽木，不学无术，荒废学业，让我家里人失望，被旁人嘲笑。我从来没有被人如此夸赞崇拜过，你是头一个，所以我忍不住啊，我想做你心目中最优秀的大哥。是啊，献帝，被你夸赞是南阳4大才子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。可惜，从小到大我们听到的只有嘲讽和奚落。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跟我大哥说了什么吗？什么？哼，我说我手里有4个魔豪罗。我说我有4个魔豪罗。我们也有吗？当然了，你们是我大哥的朋友，也是我的朋友啊。虽然我现在知道了，你们没有先前我想的那么优秀，可是谁生来就是天才呢？就像红毛少侠，不也是经历磨难，这才铲除魔教，拯救天下苍生了吗？现在咱们几个就是红毛少侠，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就是魔教。难道你们甘心被邪恶势力打倒吗？我知道你们肯定不愿意，我也不愿意。那么虽然暂时没那么优秀，身处低谷，但却依旧勇敢无畏不服输的少侠们，要不要一起向邪恶势力向命运宣战呢？不管以前如何，从今天起我们不做废柴了。对，我们要和红毛少侠一样，不服输，振作起来，不做废柴了。兄弟，虽然我不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哥，但你绝对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小弟。好孩子，都是好孩子。先帝，是大哥没用，你构思了这样精彩的故事，我却把它写得一塌糊涂。要不我们帮宣帝请个秀才代笔？不行，说好的像红毛少侠一样不服输不做废柴呢？找别人代笔，如何让学堂里的人对4位兄哥刮目相看？先帝，我来带你读一遍此书，待会儿我们写话本，你去卧房背书，等会儿背了，我们要检查，粗成4字，
惠尔同盟，经书暇日，子史虚通。好的，大哥，先帝是神童，跟着读一遍书就能认识，但背书比识字更难，特别是龙文编印这么难的书。对，这本书可是难了我们好几个月，先帝能背多快，咱们好好看看。是到晚膳时间了吗？这一下午过得真快，尚未到晚膳时间，我把龙文编印背会了。真的背会了吗？对啊，会读以后不就会背了吗？你们不是这样的吗？粗成四字，惠尔同盟，经书暇日，子史虚通，五墨经中，摇眉八彩，顺目重瞳。今晚少爷我不睡了，点灯苦读，太变态了，太变态了！我要读书。这世间竟有香帝这般妖孽天才，刺激，太刺激了！菜就多练，努力卷起来吧，小菜鸡们！夫子，学生写了半部话本，劳烦夫子帮忙指点辅正。写的什么玩意儿？魔教大军压顶，描述的太差劲儿了。有点东西。这个故事当真跌宕起伏，宏宏壮阔，精彩绝伦，有血有肉啊！接下来呢？接下来的故事呢？还没写。还没写？怎么能还没写呢？你们知道画本看到一半没了的心情有多痛苦吗？那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去写啊！这半部手稿我来替你们润色。书人吸气，挥斥方镐。我崔健是要青云直上，做那万户侯。兄弟们，回家继续干活喽！回家了，好好写，赶紧写。写完了第一时间拿来给老夫看。给老夫帮忙辅正，听到了吗？再说吧，毕竟平时课业也挺忙的。臭老头，让你以后还敢骂少爷们是朽木，现在知道少爷们有多厉害了吧？哎，贤弟呢？来喽！夫子好，夫子好。哎，这孩子好像是裴坚的书童吧？贤弟，你是不知道，方才老吴看画本时，表情时而激动，时而担忧，那叫一个精彩。后来看到一半没了，给他着急的。没想到古板的夫子也会喜欢看画本，突然觉得他也没那么讨人厌了。这真是精彩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创为日久，未悉近况，问夫子安。1月余前，学生斗胆来耳房写字，承蒙夫子指点，教导学生开蒙写字，学生不胜感激。如今回头看，先前第一次执笔写的字帖，属实不堪入目。夫子教训的极对，学生以后必定勤加练习，望夫子莫要嫌弃。原来1个月前我批下的那张字帖，竟然是他第一次写字。这孩子竟然能在短短1个月内，从那样的字写到如此惊艳的书法，真是旷世奇才。完了，全完了。给小时候书圣评价羞目不可雕也，险些成为人类书法历史上最大的罪人。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先把这位旷世奇才找到，别真耽误了未来书圣啊，否则我真成罪人了。来人啊！你看到了吗？看到刚才谁进耳房了吗？你最好告诉我你看到了，否则老夫这辈子不对，下下辈子老夫也要完了。什么？这小的真没看见啊！完了，全完了啊！原来是有人在耳房里写了一张字帖，就这么点事儿，让您说的仿佛跟天塌了似的。就你话多，还不赶紧去打听？下一章节何时能写完？3日后，你们还能再磨蹭一些吗？太拙劣了，文笔太拙劣了。出了族学，别跟人家说我是你们夫子。这段废话太多，全部删掉。写，快写啊！终于写完了。写完了，太好了！
善，真乃旷世奇才也。字字珠玑，句句生回，潇洒飘逸，笔走龙蛇。我错了，我不该评价你为朽木，是我眼拙。你何时再来，我亲自向你道歉。你未来注定不可限量，我决定将你引荐给裴家的举人老爷。你还在族学吗？千万要回来一趟啊！看到我的批举，立刻来寻我，一定要来啊！风里雨里，族学等你。贤弟，兄弟们，咱们马上要出名了！南阳不对，是南阳第一才子和4大才子，名声即将响彻南阳城。老子这辈子都没如此认真干过一件事儿，明明累得要死，但现在满满都是成就感。接下来，我要南阳跟我姓。老赵呢？快出来！少爷，我这书做好了，马上去印刷。7天之内，我要这本书铺满整个南阳县城的书散。哎呦，少东家来了，里面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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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胡闹吗？就东家这纨绔儿子能会著书，而且还要把书铺满整个南阳县城的书肆，那不得赔死了？眼弟，尝尝这里的桂花糕，可好吃了。这个蜜饯儿也不错，让贤弟尝尝。贤弟，喝茶吗？印刷这个画本一定要印刷出版，不止铺满南阳县城，我要把它铺满整个南阳府。此书不红，天理难容。铺遍南阳府，是不是有点太过激进？算了，我再想想，暂时先不着急出版。是老头子我有眼无珠，少东家勿怪啊。您这画本写的当真是精彩绝伦，天上有，地下无。那你觉得这么优秀的画本值多少钱？一口价买断的话，这样优秀的画本能值20两。但若是您去找东家，东家一高兴，出的价那可就远远是老头子我不能预估的了。我的天，你说这画本竟然值30两，赵掌柜慧眼识珠。市集，40两买画本，赵掌柜豪爽。什么？你说出价50两？我说个数，60两，不能再多了，再多不合适。成交，我去取银子。几位祖宗，什么画本能值60两？都快能抵上南阳县一户房产了。大哥，几位兄长，60两太多了，小弟不能占这个便宜。敢问这位小公子是？崔宪，我们亲兄弟。你手中拿着的画本就是他写的，我们4人只是代笔。如此年幼，竟能写出这般跌宕起伏的故事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小公子，我先付您30两宝金，以后这画帛每卖出1本，傅文斋给您10之提2的酬劳，每月末结算一次，如何？那就多谢掌柜的了。30两，崔家8口人埋头苦干，不吃不喝10年都不见得能攒下来。离家许久，也是时候找个日子富贵小还乡了。今日我请大哥和3位兄长吃顿好的。这位崔县公子将来必定是个人物啊。爹，我先前说的事儿你没忘吧？我儿放心，咱家7个印刷坊的工人已经开始日夜印刷这部画本。你们写的太好了，为父真心为你骄傲。7日内，南阳所有书肆里都至少要放20本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。我儿出息了，我儿出息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李鹤应、庄锦、裴坚家里都在为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帮忙出力，就你最拉胯，手下只有一堆帮不上忙的大头兵。这有了，过几日我让手底下的兵去城里当托子，逢人就夸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是本好书。大哥，你笑什么？炎帝，准备好了吗？你马上就要在整个南阳县城扬名了，不仅仅是我，大哥也要扬名了。届时我们隆重打扮一番，去族学，且让那些嘲笑我的人惊掉一地眼珠子。听说了吗？最近有个画本写得特别好哦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做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。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红毛少侠一定要打败黑心虎啊！蓝兔已死，是非我已无心解释，此事竟出自红毛少侠之口，
太感人了，好忠贞的情谊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竟是裴坚那4位纨绔写出来的话本。咦，竟然是5人合著！还好还好，只是崔墨口述，那4位纨绔代笔注写而已。原来如此。虚惊一场，虚惊一场。这崔县必定是一位年长的大家，甚至很有可能是大主，而且见多识广，学富五车，否则不可能写出如此精彩绝伦的话本。因本书作者崔炫年仅8岁，尚未开蒙，不会写字，所以由我4人代笔著作，不足之处还望各位海涵。8岁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怎么样，裴坚4人写的话本如何？是不是非常可笑？怎地你们都不说话，脸色苍白，怪异？难道是话本不堪入目？咦，此人是谁？当真好模样，竟然让裴坚等人做了陪衬。不认识，但为什么看起来有些眼熟？崔仙，今天天气真不错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崔仙，你说呢？崔仙，你吃了吗？啊，崔仙，你今天衣服真白。唉。天哪！你便是崔宪？你当真只有8岁，尚未开蒙，便写出了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？天才啊，神童啊！这个故事跌宕起伏，侠肝义胆，看得我如痴如醉，神往不已。你好厉害！不，你简直是话本界的祖宗！我现在看完画卷就开始崇拜、敬佩你了。劳驾，您能在我买的这本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上面签个名字吗？哎，让一让，都让一让！我们我样样，保持安全距离。想要知道崔宪的更多资料，了解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的幕后创作趣事，跟我们进学堂，咱们坐下慢慢聊。按摩是不是有些过于高调了？这还高调？大哥要是有你1半，不，有你1/10的天资，别说裴氏族学，南阳大街上路过的狗都得知道老子是个天才神童。崔衍兄，你当真还没开蒙，便构思出如此精彩绝伦的故事？崔万兄，这般跌宕起伏的故事，你是怎么构想出来的？崔万兄，你似乎是裴坚的书童，你放心，我此话绝非嘲讽。写红猫的时候，我确实没有开蒙，因家中贫困，所以来做了裴府的书童。来来，都看过来，让我来说。先说炎帝是如何做我书童的。话说那日，万里晴空艳阳天，我在集市上，他说要认我做大哥。咦，不愧是红猫的作者，认大哥都如此侠气。哎呀，这都不算什么。后来我们仨也认识了萧帝。萧帝误以为我们是南阳4大才子，所以恳请我们为他著书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我再说个惊掉你们眼珠子的秘密，萧帝已经开蒙了。那日我们教他读了一遍千字文，他当场就学会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真的假的？不信吧？我们当时也不信。再后来，显帝用1下午的时间背会了龙文边印。哦，那可是龙文边影啊！你们开蒙的时候多久会背的？废物们，知道什么是天才吗？这就是天才。
大哥，冷静点，差不多算了。献帝，你莫怕，我们说的这些哪件事儿不是真的？你想想，以你的实力，就算想低调也没可能啊！你可是名副其实的南洋神童大才子。这世间，当真能有人在未开蒙时一下午背诵完龙文边印吹牛的吧？你不信，那把吴夫子请来，我们当场验证一番。莫小用常人想法来衡量超级妖孽天才。是急，吴夫子呢？快把他找来！哼，好，我这就去请吴夫子过来。反正我是不信所谓的超级妖孽天才。献帝，你没问题的，对吧？应该问题不大。吴夫子临时告假，今日不在族学内。这吴老头也太不靠谱了吧！平时日日待在学堂，一到关键时候竟然没影了。你且等着，也不差这一天。待吴青兰回来，咱们众目睽睽之下见真祥。哼，今日算你们走运，等夫子回来，必定拆穿你们的牛皮。哎呦，是谁惹我们乖孙生气啦？没什么，一个8岁的小屁孩，写了个不入流的话本，现在外面都传他是个天才呢。画本这种不入流的东西算什么？乖孙放心，你才是南阳最厉害的小天才，以后考科举定能中状元。哼，他还吹自己一下午就背下了龙文边印，吹这么大的牛，也不怕闪到舌头。乖孙，好机会啊！既然这人凭借一部画饼火了，又肆意吹牛，可见不仅没本事，也没脑子。这样，祖父找人为你捉刀作诗一首。明日你带诗登门，去裴氏族学，找那崔熙切磋一番。可是，那崔熙尚未开蒙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当众作诗，一定能踩着红毛作者的名气，狠狠在南阳出风头，坐往神徒天才之名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且看孙儿明日好好表现，在人前展露我赵家儿郎倜傥风姿。虽然有些舍不得，但献帝你这次回去多待些时日，离家许久，家里人肯定惦念你。年纪小，回去路上注意安全，莫要被人欺负。你卧房里的礼物，我估摸一车都放不下，唉，回去就别带了。过上半月，我和祖母一起亲自去你家一趟，一去接你，二来想和你家长辈商量，让你进裴氏族学开蒙。上次吃席，你花了整整2两银子，我思来想去，你赚钱不容易，这钱我做主给你塞到包裹里了，凑30两整数带回家，家里人肯定高兴。你都絮叨一路了。还有最后一句，若是我忍不住提前去把你接回来，你可莫要生气。好。裴坚、献帝，你们总算是来了。族学里这会儿都乱翻天了，直娘贼的赵耀祖在族学外叫嚣，说是看不惯献帝沽名钓誉，要教训献帝一番，当众和献帝斗诗呢。赵耀祖这个瓜怂，竟敢说我小弟沽名钓誉，分明是看先帝扬名了，想拿燕帝做垫脚石呢，当真无耻！先帝尚且没有正式开蒙，哪里会乐作诗？崔阳兄，要不你今日别去族学了，赵耀祖明显有备而来。此人祖父在南阳权势超通，
自己也颇有些才名，难缠得很。你便是崔显，既敢自称南阳天才神童，却连跟我比试的胆量都没有，当真可笑。怎么，皮又痒了？上次老子没法打服。躲在人后算什么本事？我且问你，敢不敢斗师？若是不敢，你当众认输，承认自己狂妄自大，神童之名徒有其表。还有，那红猫蓝兔七侠传的画本，也是你找人代为捉刀的吧？你说要同我斗师，好啊。我也不占你便宜，咱们临时选题，随机找的场地，接下来各自凭本事作诗，一会儿好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好一个临时选题，随机找场地。姓赵的，你必定是提前找人捉刀做好的诗吧？以目之所及景物为主题，让我猜猜看，是写竹还是做柳，亦或者朝阳、河水？我懒得和你这朽木多言。比斗技已开始，你且记声，莫要干扰我创作。贤弟，你当真会作诗？你甚至都还没正经开蒙呢。我开蒙了，大哥，还有其余3位兄长叫我开蒙的，不然我现在过去将赵耀祖那苏一拳打晕。这样今日斗诗一事就能作罢了。诸位放心，我知道那赵耀祖是想拿我做垫脚石，但待会儿究竟谁是垫脚石还不一定呢。话是这么说，可问题是贤弟你没学过作诗啊。我学过啊，庄兄，你莫要忘了，我大哥教我的启蒙律生的一题启蒙，我看完了启蒙，所以就学会作诗了啊！照你这么说，我读完4书5经就考中状元了，当真可笑、荒谬、无知、狂妄！就这还敢自称神童？等着待会儿被耀祖兄教训吧！有了？什么有了？有什么了？此地这么多竹子。你是眼神不好，刚看到他们吗？我作这诗名为《咏心竹》，你且听好了。昨夜东园雨脚斜，台阶蹦笋破霜崖。明朝若许凌云去，先扫先生鬓上华。好诗，平仄对撞，声韵协调，借新竹欲求学志向。扫鬓华，双关尊师与报国。耀祖兄当真好文采，厉害，佩服。今日过后，耀祖兄天才神童之名必定响彻南阳。赶紧认输吧，向本神童才子当场道歉，承认你沽名钓誉，狂妄无知。有了啊！哼，什么有了？有什么了？此地好大一条河，你是刚看到它吗？我写这首诗，名为《咏鹅》。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没想到今日竟被人找上门来斗诗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这做的也叫诗？连最基本的对仗都做不到，开头一句3个字，后面都是5个字，书上不是这样教的。何况耀祖兄做的还是更难的7言诗，立意高远，
意境优美。头一次见有人拿白鹅作诗，当真可笑。不是，哥们儿，这对吗？大哥，你快说句话呀，为我发声。这首诗好像确实不太好。咏鹅输给一首不知名的垃圾诗，原因是对手太菜，盲目无知。你可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以后找别人斗诗，切记自带评委。若实在找不到，提前告知对手，带个评委过来。哼，回去后把我的大作和崔县那首《咏鹅》一并抄录，快速去大街小巷传诉。南阳神童之名，非我赵耀祖莫属。夫子，耀祖兄今日和人斗诗，做了一首赞扬您的大作呢。哦，耀祖又作诗了，念来为师听听。学生先给您读一读对方做的诗吧。那首诗叫做《咏鹅》，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。后面呢？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好一个红掌拨清波啊！简直神来之笔。这首诗是何人所作？想不到我南阳城里竟然有这样一位大家诗才。此诗究竟是哪位先生所作？速速带我前去拜见。夫子，这首破诗都没对仗，哪里好了？一个8岁直童做的庸诗而已。所以你用这么一首歪诗，赢了对方的咏鹅，而咏鹅的作者今年才8岁。哎呀，这事儿尚且还没人知道吧？怎么会？我已让同窗帮忙理写了100余份诗帖，全城奋发了。全城奋发了！全城奋发了！奋发了！怎么会？我已让同窗帮忙邓写了100余份诗帖，全城分发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夫子这是作甚？我这句“先扫先生鬓上华”，难道不比那首庸诗？鬓上华？我让你扫鬓上华，就是因为有你这么个蠢材，我才会有鬓上华。哎呦，平日也没见你如此孙诗，今日好端端的，为何写首歪诗要带上我？以后别人但凡提起咏鹅，咱俩就得被西道嘲讽，老夫这一辈子的清誉全毁在你手里了。崔弟，你今日不是要回河西村吗？不如提前回去吧。这首咏鹅，请帮我放在吴夫子桌上。我回家了，大哥。这首咏鹅是《虹猫蓝兔七侠传》的作者写的，此人有名无才，是个草包，因此赵耀祖作诗咏新竹，将其碾压得心服口服。这咏鹅妙趣横生，当真杰作。什么？岂有此理！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咏新竹这种歪诗竟然能赢！当真南阳神童诗才就是这咏新竹。小儿不才，幸得诸位称赞。在下正是咏新竹作者的祖父。这首咏鹅竟然出自一位8岁孩童之手，此人当真天才，日后不可见量。咏鹅脍炙人口，当流传1000年。至于咏新竹，遗臭万年。快看，是裴家老爷。裴老爷，某近日偶得一首诗，据传是一位8岁志宏所作，读后惊艳不已，请裴老爷过目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妙极妙极，栩栩如生，诗中有画。我南阳竟出了一位诗才神童，可知此子是谁？这暂时不知，我这就回家好好打听一番。裴老爷好啊，哈哈。说起来，前些日子你我两家还因一位书童闹出些小波折。书童？这么说来，坚哥确实提过一个骗子书童。哈哈哈哈，小事无碍。若你家小子真喜欢那书童，我替坚哥做主，将那小书童赠与高启。
方才为父遇到裴家老爷子，说是同意把仙哥送到咱们府上来陪你了。这真的吗？爹，你可别骗我！裴家老爷子亲口说的，那还能有假？太好了，不过裴坚肯定会气死的吧？算了，管不这么多了。这次可不是我主动抢你小弟，要怪就怪你祖父吧。先帝回河西村了，爹，我想现在就去寻他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6月农忙，村子里都在紧赶着收麦子，哪有功夫招待咱？不如等仙哥回来再。爹，你喊上20个好汉，咱们去河西村给先帝家收麦子吧。家里的牛都卖了给他们读书，现在麦子该怎么收？祖母、爹、娘，我回来了。宪哥儿，宪哥儿，快过来让娘看看。阿姐、阿兄，我回来了。对了，爹和大伯呢？我有好消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他俩正读书呢。那我先来说说我的好消息。宪哥儿，说你说，娘听着呢。这就是我要分享的好消息。我前段时间写了个画本，赚了30两稿酬。多少？30两。老大媳妇儿去关门。哎，再把博山、仲渊喊过来。这笔锋是他，那位旷世奇才，他果真回来了。好一首上乘佳作，诗书双绝，这简直就是文曲星下凡。这首咏鹅谁写的？是裴坚身边的书童崔宪写的。是他，我必须立刻赶往裴家。不就一个书童，你们俩至于吗？裴老爷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书童，他1个月就练就笔锋，有望成为未来书圣。尚未开蒙便著作画本，全城流传。现在更是一首咏鹅，诗才横溢，完全就是文曲星在世啊！什么？咏鹅竟是那位书童写的？今年果真才8岁，完了，怪不得高千户那厮跟捡到宝了似的开心。不会吧？咏鹅只是燕帝看完声律渐满后随意创作的，怎么可能是传世的经典呢？不行，我要去找高千户，把人要回来。待会儿老大媳妇跟我一起去隔壁村雇人，我方才瞧见已经有人家赶早开始收麦子了，咱们也得抓紧时间。我最近休假，刚好也能去地里帮忙收麦子。怎么，又有徭役名额要分于我家了？不是，是千户大人，南阳卫的千户老爷和他的公子来了，指名叫姓，说是来探望仙哥。高齐怎么来了？想不到吧？我来找你了。哦对，还有我爹和20位身强力壮的好汉，我们来给你家收麦子来了。高兄，你简直就是及时雨啊！我家刚好正在头疼收麦子的事儿呢。高叔，还有各位好汉叔叔们，多谢诸位大老远过来给我家帮忙。收麦子可是个辛苦活，但大家放心，保证好饭好菜管饱，不让叔叔们白出一分力气。祖母，咱们去田里吧。又有人来找崔家宪哥了。秀才公拜见举人老爷。起来吧，崔县家在何处？速速带我们过去。举人老爷，南阳高千户和他的公子来崔县家，说要给他家收麦子，此刻恐怕要出发了。瞧吧，你们干的好事儿，我就说高齐那厮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。你们一位秀才公，一位举人老爷，也别摆谱了。待会儿都去给先帝家收麦子去吧。仙哥，崔家嫂子，裴府的举人老爷和裴氏族学的秀才相公来探望你们了。先帝，总算是找到你了。吴楚子还有我祖父都说你是旷世奇才，说你写了什么字帖是未来书圣，还说你写的那首咏鹅
比照耀祖内斯的永心烛好上千倍万倍。总算找到你了，南阳最厉害的神童天才，不，河南乃至全大梁最厉害的天才。老夫找你找得好苦啊！崔旭兰，你是否在族学耳房里写下3张字帖？是的，我第一次写字，是临摹岸上别人写的字帖，写得不好，还被夫子责骂朽木呢。是老夫眼拙，误把天才当朽木，老夫愧当于你呀！你的字迹灵气十足，潇洒飘逸，日勤平学苦练，这大梁不，大梁王朝往前推500年，再往后推500年，文坛书法界都必将有你的一席之地，你注定会成为被士林人人敬仰的书圣啊！崔县，老夫来问你，那《咏鹅》是你做的诗？是呀。可是，你都没开蒙，怎么会作诗呢？我开蒙了，写字是在族学耳房里自己临摹学会的。至于开蒙的书籍、龙文编印等等，是我大哥教我的。至于作诗，我读完了《声律启蒙》，所以就会了啊。这对吗？当时你说崔县跟着读一遍千字文就学会了，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，而且这算什么？县帝还一下午背会龙文编印呢。一下午背会龙文编印，儿子竟然这么厉害！我们家县哥难道真的是个天才？老天爷呀！我盼望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给崔家盼来一个文曲星了。这位举人老爷，您说县哥读书很有天分，可是真的？当然，我此生都没见过比你家县哥更有天分的读书种子了。听到了吗？你们听到了吗？巨人老爷都夸赞我们家县哥这当代文曲星，我坚持让家里人读书是没错的。我孙儿是文曲星。祖母，孩儿一定不负所托，光要我崔氏门楣。